悟空，你还不肯悔过吗？悔过？面对如来的质问，孙悟空冷哼一声：“那对老夫妇吃斋念佛，一生行善，却被强盗杀死。那时怎不见你们告诉苍生，只要恶人放下屠刀，就能立地成佛，神仙肆意享用人参果，你们却不敢告诉世人，那人参果树下面藏的究竟是什么？真假美猴王一难，你将俺老孙调包，真悟空被你压在这暗无天日的九幽炼狱，受尽苦难，假悟空则继续护送唐僧去往西天拜佛求经。那时怎不见你们告诉众生，他们供奉的斗战胜佛是真是假？俺告诉你，俺没错，就是将俺关在九幽炼狱里1000年、10000年。俺还是那句话，俺没错，俺没错，俺没错。即便孙悟空也不得不承认，那六耳猕猴假扮的确是很假，就连观音和地藏王都无法识破真假。但有一点是如来万万想不到的，孙悟空和猪八戒看似两面兄弟，实际上危难之际却往往愿意舍命相救。平日里孙悟空会叫猪八戒呆子，但自从真假美猴王一难之后，那假悟空却再也没好，而是以师弟相救。你这泼猴，真当本座不知，猪八戒已经察觉假悟空做了斗战胜佛。如来不慌不忙，依旧漫不经心，好似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。倘若那猪八戒好好做他的净坛使者，本座自然不会为难他。可若是他念及旧情，非要救你，那本座只好将他打入这九幽炼狱，跟你作伴了。孙悟空被囚禁在九幽炼狱已有不知多少的年头，即便日子再煎熬，他也未曾皱过一次眉头。只有这一次，他是真的慌了。一想到猪八戒会因为他无意间的暴露导致有生命危险，他便自责不已。如来，你若敢伤八戒一根汗毛，俺绝不饶你。看着孙悟空因为担心猪八戒而试图挣脱穿心锁的狼狈姿态，如来很是得意。桀骜不驯又如何？天资聪颖又如何？若不愿老老实实的做我灵山的狗，便要你永世不得超生。如来带着心满意足的笑声离开了九幽炼狱，无尽的黑暗再次笼罩这片空间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也许是几个时辰，又或者几个年头。就在孙悟空已经逐渐习惯了九幽炼狱中的煎熬时，一朵漆黑如深渊般的莲花从他脚下的地狱岩浆中缓缓升起，那是无尽的煞气和怨念凝结而成，恐怖的气息，即便是身为大妖的孙悟空也不由得倒吸一口气。而在盛开的黑莲中心，4个醒目的大字道出了黑莲来历：灭世黑莲。这一刻，孙悟空笑了，笑声中有绝望，有癫狂，也有说不尽的杀意和不甘。苍天气无，我凝成魔。如来，待俺老孙冲出九幽炼狱之日，便是踏平你灵山之时。灭世黑莲乃怨灵的怨念所化，而这九幽炼狱中最不缺的便是怨灵。他之所以选中孙悟空，自然是因为孙悟空的怨念最为强烈，而且此宝物可吸收天地间的一切怨念。如来此行彻底将孙悟空逼入绝境，哪怕为了猪八戒不受牵连，他也绝不能再坐以待毙。给我练！孙悟空双目血红，将这些年来所受的委屈全部化为愤怒。那灭世黑莲似是被这世间最为强烈的怨念所吸引，竟然兴奋地颤抖起来。受到孙悟空召唤，他迫不及待地朝着孙悟空飞去，转瞬之间便与这位曾经的齐天大圣融为一体，吸收了灭世黑莲以及整个九幽炼狱亿万怨灵怨念的孙悟空，在这一刻彻底完成了过程。那困住他不知多少个年头的穿心锁也在此刻如同遭受了腐蚀一般，一根根全部融化。从现在开始，天地间不会再有斗战胜佛，也没有美猴王，有的只是大妖孙悟空。当孙悟空睁开双目的一瞬间，原本的火眼金睛竟变得漆黑如墨，眼瞳仿佛浩瀚无垠的宇宙，只需看上一眼便如同坠入深渊，无法自拔。他一身如黄金般璀璨的猴毛，也在这一刻被怨念染成了黑色。那浑身的煞气冲天而起，轰然一声冲破九幽炼狱的穹顶，继而冲破云霄，令天地震动。此时的紫微宫，紫薇大帝将那冲天的煞气看在眼里，满眼都是震惊。但在震惊过后，便是一阵空气。终于啊，那猴子总算凭本事逃出升天了。天蓬，你有救了。三清四御之一的紫薇大帝，跟玉帝齐名的他，竟流下了一滴激动的泪。想那天蓬曾是他最为疼爱的北极4神之首，却不想去了天庭做了大官，执掌8万水军，才短短几百年，便因为调戏嫦娥被狗血人间，沦为了一只好吃懒做、好色无道的猪妖。时至今日，紫薇大帝也想不通，他那得力的心腹，心高气傲的天蓬元帅为何会转变如此剧烈？他定是遭受了巨大变故，
自知凭一己之力无法扭转，才变成现在这副样子的。什么狗屁净坛使者，所谓净坛不过就是吃别人剩下的泔水罢了。纵然去了灵山，那万佛还是把你当成一头猪对待啊！紫薇大帝痛心疾首，但面对玉帝和如来的双重施压，他这个位列中天紫薇大帝也无可奈何，只能寄希望于即将破关而出的孙悟空。九幽炼狱中，万丈金光透过破损的穹顶泼洒下来，孙悟空抬头望去，顿时面露震惊之色。谁能想到九幽炼狱之上便是佛门灵山？所谓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，竟是出自此处。原来是佛是魔，不过是你如来一句话的事。可若是连灵山都不复存在了，那谁是佛，谁是魔，还难说得很呢。带着无尽的愤怒，孙悟空一个跟斗冲天而起，凭借灭世黑莲强化后的金刚不坏，一头便撞塌了九幽炼狱的天地。眼前所见是金碧辉煌、一片祥和的佛门圣地，与那暗无天日、成天鬼气森森的九幽炼狱形成极致的反差。哈哈，俺说过，俺老孙出关之日，便是踏碎灵山之时，佛门秃驴受死。孙悟空一声长啸，似是要将这些年受过的委屈一口气全都发泄出来。那骇人的煞气从他身体中不断外溢出来，使得天地都黯然失色。强大的力量让孙悟空大呼过瘾。如今这副身躯早已超越大闹天宫时的他，现在的孙悟空乃是实打实的大罗金仙，什么太乙金仙，在他眼里都如同蝼蚁一般，随手便可碾成齑粉。感受到孙悟空冲天的怨气，无数佛门弟子慌张地从大雄宝殿中走出来，10万罗汉、100万僧侣，个个都是衣着光鲜。可在灵山脚下却是妖魔横行，恶鬼遍地。更讽刺的是，西天百姓穷得衣不遮体，瘦骨嶙峋，但寺庙却是香火不断。他本以为黑风山的观音禅院已是奢侈至极，可西天的寺庙竟比观音禅院更加阔气。无数穷苦百姓没钱上香，便将家中孩童送入寺庙，可他们却不知，那金池长老已有280岁，每日所服金丹都是黑熊精帮忙炼制，而那金丹的药引便是寺庙中的药桶。你是何处来的妖魔，敢在佛门圣地撒丫？身披袈裟的黑熊精浑身泛着佛门特有的佛海金光，多年未见，那曾经在黑风山为非作歹的妖怪，摇身一变却成了佛家弟子。普陀山的守山大神怎么来灵山了？莫非是做狗做的听话，如来给你升了官？孙悟空轻蔑的笑声传入黑熊精的耳中，顿时令黑熊精脸色大变。你是何人？怎会知晓我曾在普陀山做过守山大神？呵呵，连你家孙爷爷都不认识了，难道当年俺那一把火烧的观音禅院还不够旺？这一句话说出来，黑熊精如遭雷击，当场愣在原地。不可能，大圣早已成佛。昨日俺还见过斗战胜佛在灵山开坛讲经。你这满身怨念煞气的妖魔，怎么可能是他？黑熊精拼命摇头，他不敢相信成佛的孙悟空其实是个假的，而真正的孙悟空却成了满身煞气的妖魔。但黑熊精信不信，孙悟空并不在乎。他此番从九幽炼狱中归来，只有2个目的：一个是探寻猪八戒的处境，二是踏平灵山。既然碰上了个老熟人，那便顺手问上一问。我且问你，距离唐僧取经已过去多少年了？500年。黑熊精并未隐瞒，因为对他而言500年并不长，可对孙悟空而言，在九幽炼狱受尽煎熬的每一天都极其漫长，何况500年光阴足够改变许多事情。我再问你，猪八戒现在何处？听到孙悟空的回答，黑熊精愣了一下。猪八戒是谁？黑熊精的回答也让孙悟空愣住。得知净坛使者便是猪八戒时，黑熊精的反应更是让孙悟空的心凉了半截。灵山之中并无净坛使者。猪八戒究竟身在何处无人知晓，而知道他去向的也绝不会告诉孙悟空。原本孙悟空打算杀进大雄宝殿，当面询问如来，但黑熊精却告诉他，今天是天庭1年1度的蟠桃盛会，3界有头有脸的神仙都会赴宴，就连孙悟空的师父、师弟，包括那个冒牌货都在邀请之列。也就是说，如今留在灵山的都是些境界低微的小喽啰。说这话的时候，孙悟空的笑容阴森可怖，那一口獠牙更是妖魔才有的特质。黑熊精忍不住哆嗦了一下，连忙警惕起来。这妖魔莫非想硬闯灵山不成？我可告诉你，即便诸佛不在灵山，山上还有18罗汉、8部天龙镇守。你若识相一点，就速速离去，我可以装作没看见。他说着最硬气的话，眼神却一直躲闪，根本不敢直视孙悟空。因为短暂的接触，黑熊精已经看出来了，或许眼前的大圣才是真大圣。只有曾经一人杀上天庭，独占10万天兵的猴子才有这股天不怕地不怕的，而假大圣只会乖乖听命，乖巧的如同一条听话的。如来将俺老孙关在九幽炼狱足足500年，俺好不容易逃出升天，自然要踏平灵山，才能解我心头之恨。说罢，
孙悟空从耳朵里拔出那根早已锈迹斑斑的绣花针，只听一声“变”，绣花针顿时变成金箍棒，而后磅礴的煞气涌现而出，转眼就将金箍棒染成了漆黑之色。黑熊精还未来得及劝说，孙悟空便纵身一跃，杀上灵山。何方妖怪？灵山上，一个不懂世事的小沙弥对着孙悟空呵斥一声，但回答他的却是一根被煞气侵染的棒子。这一棒子重重砸在地上，顷刻间山摇地动，一条深不见底的沟壑顿时将灵山一分为二。大胆妖魔，竟敢闯我灵山！来人，速速捉拿妖猴！说话的是灵山18罗汉，罗汉在灵山的地位仅次于菩萨，可以说他们才是灵山真正的中流砥柱。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有孙悟空大闹天宫时期的修为，只可惜此一时彼一时，炼化了灭世黑莲的孙悟空已然晋升为大罗金仙，此境界与观音不相上下，岂是这些太乙金仙级别的罗汉能够抗衡的？孙悟空扫了四周一眼，露出轻蔑的冷笑，他随即拔下一小撮猴毛，轻轻吹了一口气，道一声变，刹那间猴毛变作千万个孙悟空。看着天上地下密密麻麻的大妖魔猴，佛门弟子无不头皮发麻。孩儿们，给俺踏平灵山！只要是山上活着的，一个不留！随着孙悟空一声令下，千万个身外身挥舞着金箍棒，大开杀戒。什么18罗汉，什么8部天龙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不过是土鸡瓦狗。一时间，灵山之上哀嚎遍地，比起九幽炼狱中怨灵的尖叫声也不遑多让。一尊尊黄金浇铸的金身佛像倒塌下来，大雄宝殿也成了一片废墟。原本金碧辉煌的灵山，如今却被百万僧侣的鲜血染成了血红色。曾经神圣的佛门圣地却成了人间炼狱，百万僧侣枉死，死后必将产生怨念，而这些数量庞大的怨念自然就成了灭世黑莲的影。看着身体上传来的变化，孙悟空狂喜，但是仅仅只有这些还远远不够。如来贵为五方五老之一，境界乃是准圣，对他来说，大罗金仙也只是比蝼蚁稍微强一点罢了。但再强的蝼蚁也终究还是蝼蚁。俺踏碎了灵山，必然会招致如来记恨。而灵山真正的强者都去赴蟠桃宴了，俺这才能得手。倘若等如来和观音他们回来，俺可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孙悟空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，他当即决心逃离灵山，但三界虽大，却逃不过如来的法眼。若此时返回花果山，只会将灾祸带给猴子猴孙。如果说三界唯一清净之地是哪里，只有方寸山了。自唐僧师徒取经之后，过去500年。三界四周并未迎来所谓盛世，反而因佛门大兴，凡间都在大兴土木，建造寺庙，寺庙中香火鼎盛，信徒无数。可在寺庙之外，却是白骨累累，名声凋敝。至于天上的神仙，依旧是莺歌燕语，不问人间疾苦。报！黑熊精慌不择路的闯入蟠桃盛宴，搅得众仙全无兴致。如来当即怒斥黑熊精，说他不懂规矩，还让观音回去之后重重。佛老恕罪。弟子之所以如此慌张，是因为那只猴子，它从九幽炼狱里逃出来了。此话一出，众仙一片哗然。有资格参加蟠桃盛宴的神仙，哪个不是有头有脸的上仙？他们岂能不知西行当中发生的冤大事？已经有不少神仙将目光投向贾大圣。自从取经之后，贾大圣就成了斗战神佛。这贾大圣佛性极高，却全然没了大圣的真性情。众仙都说如来养了一条好狗。如来得知孙悟空不仅逃离了九幽炼狱，还踏平了灵山，10万罗汉、100万僧侣尽数惨死。他顿时火冒三丈，随即观音掐指一算，脸上显露出胸有成竹的笑容。那妖猴离开灵山，已经往方寸山方向去了。此话一出，众仙立刻释然，仿佛一切都在预料之内。更让黑熊精不解的是，灵山出了那么大的事情，众仙却依旧心安理得地留在蟠桃盛会继续行，仿佛10万罗汉、100万僧侣不过就是一群耗子。孙悟空离开灵山，一个筋斗便落在方寸山上，眼前所见是熟悉的洞府，洞口上赫然雕刻着一行大字：邪月3星洞。师傅，1300年来，孙悟空都不曾回过方寸山，但他从不敢忘记菩提老祖的教诲，因为他这一身本事都是菩提老祖传授。可如今，他不仅得罪了玉帝，也得罪了如来。放眼三界，他已无路可去，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方寸山这唯一的一片净土上。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洞口中走出来一头青牛精。那青牛精刚一现身，便如同未卜先知一般，直接看向孙悟空。大圣可能不认识在下，但在下可识得你。听到青牛精的话，孙悟空愣了一愣，他只觉得眼前的青牛精有些熟悉，却一时间想不起来。但想到当年菩提老祖肯收他这只猴子做徒弟，那后来再收个青牛精当徒弟也很正常。随后，孙悟空跟随青牛精进入邪月3星洞，一路走来，却不见曾经的师兄师姐。当初人才鼎盛的邪月3星洞，如今竟如此凋敝，给他的感觉就像荒废了许久。带着疑惑，
孙悟空跟在青牛精身后进入来到讲道堂，那扇紧闭的大门外，两只妖怪一左一右站在门口。当孙悟空看到妖怪的模样时，他心中的疑惑立刻便解答了一半，因为两只妖怪竟然是金角和银角。我家老君已经恭候多时了。金角一脸戏谑地看着孙悟空，而当两只妖怪推开讲道堂大门时，一个身着道袍的老者就坐在胡同上，一双老眼死死盯着孙悟空。太上老君！孙悟空咬牙切齿，这一刻他什么都明白，这世上从来就没存在过菩提老祖，当年传授孙悟空法术的人其实是太上老君。你这泼猴，见到为师为何不跪？太上老君森然一笑，眼神中的笑意分明就是在戏耍孙悟空。为什么要费尽心血的戏耍俺老孙？孙悟空强忍着满腔怒火，他从来没感受过如此屈辱，哪怕是被如来欺骗，被镇压在九幽炼狱500年，也只是痛恨如来。而眼前的太上老君，却让他产生了一种恨不得将此人撕成碎片的愤怒。许多年前，老道离开函谷关，便去了西天，顺手点化如来之后，便帮助他创立了灵山佛门。算下来，老道也是如来的师傅，而你和如来算是同门师兄弟呀，难道你不觉得荣幸吗？太上老君不慌不忙，在他眼中，即便孙悟空成就大罗金仙，也翻不起大浪来。但是在天上做神仙实在太过枯燥无聊了，难得养出一个这么好玩的玩具，自然要好好把玩一番。听到太上老君的话，孙悟空内心当中最后一丝疑惑也随之解开。世人只知道菩提老祖精通儒释道3家经义，却不知强如玉帝，如来也只是精通其中一类，便有今天这般非凡的成就。若放眼3界，有哪位神仙能做到精通儒释道3家？恐怕只有太上老君一人。如今他心中最后一片净土也彻底腐化，孙悟空不知这天地之间还有何处是不黑暗。但俺老孙心中还有疑问。说，你既赐我姓名，又传我法术，却为何隐姓埋名，不愿透露身份？莫非3界之内还有你惧怕的人物不成？放肆！孙悟空一番看似不经意的质问，却惹怒了太上老君，这让青牛精和金角银角大为震惊。他们何曾见过高高在上的兜率宫之主露出这般丑态？唯一的解释便是孙悟空说中了些什么。老道独掌33重天，位列3清之首，地位还在玉帝之上。这3界之内还有何人配得上我来畏惧？不过你这泼猴资质倒是不错，3年学道出师，便是慧元一气上方，太乙金仙，也不枉费老道将那几千丸仙丹都送给你吃，否则你哪有今日这大罗金仙的实力？太上老君一顿吹嘘，仿佛孙悟空有今天这般成就都是他的功劳。哈哈，你这老官好不要脸！当年你将俺丢入八卦炉中，以3昧真火试图将俺炼成10转金丹，才过去1000年，你忘了？俺可没忘。听到10转金丹4个字，太上老君的脸色顿时变得阴森，而一旁的金角银角更是满脸震惊。10转金丹不是传说，大哥休要听那猴子胡说。老君经营炼丹之术，少说也有亿万年之久。倘若10转金丹不是传说，老君早将它炼出来了。可是那猴子说，老君曾试图将它炼成10转金丹，难道不是因为要炼制此仙丹的条件过于苛刻吗？金角银角沉浸在争论当中，却不知他们无意间谈论的内容暴露了太上老君真实的意图。事已至此，太上老君认为已经无需隐瞒，便将他为何要化身成菩提老祖的真相对孙悟空和盘托出。原来身为3清之一的他，早在许多年前，远在封神亮点、女娲造人之前，修为就已然停滞不前。而对于一个修为遇到瓶颈又长生不死的神仙而言，多活1秒都是煎熬。一开始他或许还能依靠找乐子度日，但漫长的岁月却能消磨一切喜怒哀乐。但真正可怕的还不是失去7情6欲，而是有人先他一步突破瓶颈，这无形中给太上老君带来巨大的压力。太上老君不愿意落于人后，便只能不停地寻找突破瓶颈的方法。终于，太上老君通过炼成9转金丹找到了突破瓶颈的契机，那便是炼制出10转金丹。可问题是，要炼出10转金丹，就需要受天地滋养孕育而生的先天道胎做药。但不幸的是，孙悟空便是他苦苦寻找的那味药材，也是唯一一味药材。可是老道还是疏忽了，即便我传你法术，即便我将几千颗仙丹送给你吃，即便我劝玉帝让你去看管蟠桃园，你果然如我所料的将那些蟠桃吃了个精光。但老道还是疏忽了，没想到你这顽猴竟不怕3昧真火，反而借助八卦炉将你体内的仙丹药力和蟠桃法力全部催化了出来。太上老君叹了口气，脸上露出些许失望之色。
可就在孙悟空以为这就是太上老君全部的谋划时，这老头却一脸狂喜，那是癫狂的喜悦。无妨无妨，若三昧真火奈何不了你，那便利用九幽炼狱将你炼化。若是500年不成，便1000年；若1000年不成，我便等上1万年。为老道而言，时间可是最不值钱的。说完，太上老君看向孙悟空的眼神变得极度贪婪，以至于分不清他究竟是仙还是魔，亦或者仙就是魔，魔亦是仙，因此神仙下凡便是妖，上天才是仙。无需太上老君下令，青牛精和金角银角便已经退入毒死。那金角手中捧着阳之玉净瓶，银角则拿着紫金葫芦，而青牛精手持金刚镯，以3台阵威胁孙悟空。阳之玉净瓶和紫金葫芦，孙悟空也曾在西行途中见识过2件宝物的厉害。他虽不认识青牛精，却在大闹天宫时被金刚镯偷袭，自然也清楚此宝的威力。但3只妖怪却忘了，如今的孙悟空早已不是曾经的太乙金仙，而是炼化灭世黑莲后的大罗金仙。就凭这3个垃圾也想困住俺老孙，也太小看俺了。孙悟空冷哼一声，旋即从耳朵里拔出那根浸染了煞气的金箍棒。呵！随着他暴喝一声，冲天的煞气带着排山倒海的气势爆炸开，仅仅是气浪就将青牛精等3妖吹飞出去。轰隆一声，3妖狠狠撞击在墙壁之上，顿时鲜血狂吐。怎么可能？该死的弼马温怎么会变得这么强？银角大惊失色。当年他在平顶山莲花洞与孙悟空交手数次，虽不敢说与猴子平分秋色，大多数时候也算有来有回。才500年过去，这猴子被镇压在九幽炼狱中不见天日，反而修为大增，3妖联手竟抵不过一股气浪，这叫他们如何甘心？太上老君却是癫狂大笑，如今的他似乎几近疯魔，就连五官都狰狞的可怕。正好正好啊，这泼猴修为越强，便越值得老道将他炼化成10转金丹。将来老道吞服了10转金丹，定能问鼎3界，无人能及啊！看着因痴迷法力而发疯的太上老君，孙悟空面色极为凝重。他以大罗金仙境界可力压青牛精3妖，却对太上老君这位33重天之主毫无信心。那3清之名岂是随便说说？今日俺老孙自投罗网，是俺时运不济，但你这老官想占尽便宜，却是休想！俺老孙就是舍了这条命不要，也要割下你几块肉！孙悟空怒不可遏，他自知不是太上老君的对手，既然对付不了3清，便拉他的坐骑和童子便。此话一出，那一双因煞气浸染而变得漆黑如墨的猴眼瞬间锁定青牛精3妖，仅仅一眼，3妖如同坠入暗无天日、尾气森森的九幽炼狱。3妖甚至来不及去想这双猴眼究竟是变异的火眼金睛，还是孙悟空领悟的新神通。就这一愣神的功夫，金箍棒便已然落在他们身上。咔吧，骨头断裂的声响传来，就这一棒，重达13500斤的金箍棒便顷刻间将青牛精砸成了肉泥。不等金角银角从惊吓中缓过神来，孙悟空便是奋力一拔，将金箍棒从那一堆血肉当中硬生生拔出，连着血带着肉见金角银角一脸痛快痛快。500年了，他以为只要冲破九幽炼狱的牢笼，踏平灵山便可将心中的怨气全部宣泄出。他原本以为方寸山才是他心中唯一的净土，结果哪怕是他曾经最为敬仰的菩提老祖，竟也是一场阴谋。既然世间无净土，那便自己杀出一片净土来。孙悟空捡起了掉落在地上的金刚镯。俺记得当年俺跟二郎神斗法的时候，你这老官就是用此宝偷袭的俺吧？不错，是件好宝贝，只可惜他跟错了主人，就如同青牛精和金角银角一样。眼中闪过一丝狠色，只听咔嚓一声，孙悟空稍一用力，便将金刚镯硬生生掰断。今日你们一个都别想活！而后像扔垃圾一样随手丢在地上。孙悟空手中的金箍棒再次舞动，这一招横扫千军，裹挟着令人窒息的杀气，好似一条黑龙直奔金角和银角而去。不好！金角大呼一声，我同银角急忙拿出阳之玉净瓶和紫金葫芦，试图挡下这致命一击。而结果也确实如二妖所料，金箍棒果然击中2件宝物，只是这2件曾经让金角和银角寄予厚望的宝物，却连1秒钟都没能坚持下来。只听咔嚓一声，阳之玉净瓶和紫金葫芦同时裂开，金角和银角还没来得及惊讶，那2件无上至宝便轰然炸裂开。死！孙悟空的怒吼声传来，没了宝物护体的二妖彻底暴露在金箍棒的神威之下。下一个瞬间，棒子便狠狠砸在金角和银角身上，二妖的耳朵里甚至能清晰地听到肋骨碎成渣子的声响。噗！二妖口中喷出的血雾里还夹杂着碎肉和碎骨，身体更是像2个破布袋被金箍棒狠狠地甩飞出去。而二妖摔在地上的一瞬间，就彻底丧失了生机，已是死的不能再死。坐骑成了一堆烂肉，童子惨死，太上老君却无动于衷，
甚至是冷漠至极。这一刻，孙悟空才真正明白，为何得长生之人必定要抛弃七情六欲，若不舍弃，早晚有一天会跟太上老君一样，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来吧，是时候成为十转金丹。祝老道，我追寻大道了。太上老君语气平淡，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也是，像他这种活了不知多少岁月的老怪物，对付区区大罗金仙的孙悟空根本不费吹灰之力。唯一令他头疼的，也只是如何将这只天生地养的狮猴炼化成十转金丹罢了。只见太上老君摆弄了一下手中的拂尘，一尊巨大的八卦炉便轰然砸在地上。八卦炉中早已是烈焰火海，隔着老远都能感受到灼热的痛感。当年你用三昧真火都奈何不得俺老孙，如今还想故技重施，老关，你可真是老糊涂了。孙悟空讥讽道：“莫急莫急，待老道再施展一道法术，你自会知晓老道的用意。”太上老君自信一笑，旋即对着八卦炉一指，那炉子中炙热的三昧真火陡然生变，竟变成如黑夜般漆黑，而周围的温度也骤然变得如极寒地狱一般，冰冷刺骨。这是九幽炼狱的幽魂之火，哈哈！你这泼猴囚禁于九幽炼狱500年，对着幽魂之火自然不陌生。三昧真火奈何不得你，但幽魂之火却能将你炼成十转金丹。来吧，成为金丹，助我成就大道吧！发疯的太上老君面目狰狞，他只是缓缓伸出一只手掌，朝孙悟空探过，那好似天地般浩瀚的无上法力就让他动弹。这股神威甚至远远超如来的五行山。这一刻，孙悟空才真正体会到何为三清之手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他自认无法抵抗，但他并非认命。当年他一只猴子都敢反抗天庭，独自杀上南天门，挑战10万天兵天将，如今只需面对太上老君一人，又有何惧？当太上老君将他丢入八卦炉中，身处幽魂之火包围的孙悟空非但不担心自己，反而如鱼得水。老关真是老糊涂了，他只当俺老孙在九幽炼狱中受尽折磨，却不知俺能从那里逃出来。凭借的可不光是自己的本事，还有这灭世黑莲。那灭世黑莲本就是无数怨灵的怨念所化，幽魂之火也诞生于九幽炼狱，可以说两者本就是同宗同源。对他人而言，这幽魂之火是比三昧真火还要恐怖的存在，可对炼化了灭世黑莲的孙悟空来说，却是大补之物啊！无需孙悟空召唤，灭世黑莲便从他体内自行出现，仿佛受到本源之力的呼唤，灭世黑莲竟激动的微微颤抖起来。而感受到灭世黑莲的存在，幽魂之火也愈发猛。在八卦炉之外看到的景象是幽魂之火越烧越旺，这让太上老君喜上眉梢。他巴不得尽快炼化孙悟空，好吞下那梦寐以求的十转金丹，助他正得大道。到那时，他将是三界最强，真正凌驾于三清四御、五方五老之上。然而，在八卦炉内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象，两个同宗同源的天才地宝相互吸引，那幽魂之火迫不及待地朝灭世黑莲涌来。原本就煞气冲天的灭世黑莲，如今变得如夜晚的星空般璀璨。而作为灭世黑莲的主人，孙悟空的修为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攀升。继大罗金仙之后，他又一次突破大罗金仙中期、大罗金仙后期、大罗金仙巅峰大圆满。当7期49天之后，正当太上老君以为丹成之时，那座巨大的八卦炉剧烈摇晃起来。一开始，他还以为这是丹成时特有的景象，但一股不好的预感突然袭来，死去的回忆不断涌现。这一幕早在1000年前的兜率宫，他就曾亲眼见过。不！太上老君不甘的怒吼声在方寸山上空回荡开，轰隆一声，炉鼎当场炸飞，一个熟悉又令太上老君绝望的身影从八卦炉中蹦出。而孙悟空从八卦炉中逃出升天之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一脚踹翻了炉子。我的炉子！太上老君抱着八卦炉心疼不已。当年猴子大闹天宫时，就一脚踹翻了八卦炉。时隔1000年，又来了这么一遭，再结实的宝物也经不起这么造。何况太上老君还指望八卦炉将孙悟空炼成十转金丹，这要是弄坏了，还不知要付出多少心血才能修复。嘿嘿，你就忙着心疼你的炉子吧，俺老孙可要走了。孙悟空嘲笑一声，一个筋斗便远遁而走。这方寸山有太上老君在，便是龙潭虎穴。待太上老君回过神来，他想走也走不了了，哪怕他已是大罗金仙巅峰大圆满，面对准圣也是毫无还手之力。该死的猴子！等老道修好了炉子，自会抓你回来。你休想逃出老道的手掌心！太上老君气急败坏的喊声传入孙悟空耳中，但孙悟空却不敢回头。再是一个筋斗飞出10万8千里。既然方寸山并非净土，这3界之中他能去的地方便只剩一处，远在东胜神州傲来国的3岛之上。花果山早已不复当年盛况，早些年被孙悟空镇压的72洞妖王日日作乱，将花果山彻底糟蹋不成样子。1300年前，
孙悟空自方寸山学艺归来，便以杀鸡儆猴的手段斩了混世魔王，这才震慑住了72洞妖王，让这些不服管教的大妖收敛了不少妖性。300年后，孙悟空被如来镇压在五行山下，花果山又成了无主之地。72洞妖王便各凭本事瓜分了花果山。那时的猴子后孙还能依靠孙悟空留下来的些许本领与各路妖王对抗，勉强守住一片领地。直到500年后，也就是唐僧取经结束的那一天，花果山来了一只实力强大的妖怪。那大妖自称九头虫，因西行路上遭遇唐僧师徒，被孙悟空斩去一颗脑袋而怀恨在心。只是那猴子最终取得真经，成了斗战胜佛，自知报不了仇，但不知为何，之后的500年，那斗战胜佛似是将花果山的猴子猴孙彻底遗忘了一般，一次都没回来。那九头虫曾说他不是猴子的对手，此生注定报仇无望，但他却可以将恨意发泄在猴子猴孙身上。此后的500年里，那九头虫凭借强大的本领收服72洞妖王为他所用，却将猴子猴孙圈养起来，饿了便抓几只猴子来吃，渴了便拿猴脑酿成猴酒。如今花果山的猴子猴孙已经被九头虫霍霍的只剩下不足100只，可谓凄惨至极。这一日，一群妖怪照例来到水帘洞，向猴子猴孙征收猴头税。今日大王说了，他心情不错，只需取来一只年轻的猴脑，做成猴儿酒便好。快些酿酒，莫要耽误了大王喝酒的时辰，否则若是惹得大王不高兴，可就不是一只猴子丢掉性命那么简单了。那狼妖刚说完，就惹来一群妖怪大笑。当初孙悟空还在时，这些72洞妖王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憋屈。因为猴子吃素，那该死的猴王便强行要求所有的妖怪都要吃素，还不准许他们前往傲来国抓人族百姓来吃。只是碍于那只猴王实力太过强大，即便妖王们有所不满，也不敢轻易表露出来，哪像现在这般想吃就吃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兄弟们，待会儿回去跟大王复命之后，咱们再去一趟傲来国，抓几个人族回来打牙祭。那狼妖说完，便立刻得到妖怪们的欢呼。大王，你行行好，花果山的猴子猴孙就剩这不到100只了，若再这样任由九头虫大王吃下去，我们就要被他吃绝种了。老猴子跪在狼妖面前苦苦哀求：关老子屁事！若不是大王特意关照，让兄弟们悠着点吃，你还想留着这几十只猴子？光是咱们72洞的兄弟早就把你们吃光了。500年了，还能留下这几十条猴子的性命，你就知足吧。不管老猴子如何哭喊，72洞的群妖也只是大声嘲笑，只当戏耍猴子猴孙是一种乐子。时辰不早了，早些酿酒，莫要惹得九头虫大王不高兴，否则那代价你可承受不起。狼妖一再催促，脸上已经露出几分不耐烦的表情，可老猴子还是不依不饶。猴子猴孙里年轻一辈的本就不多，若还是一味顺从，灭族就只是时间问题。猴爷爷，不如咱们反了吧！一只小猴子手里紧紧握着一根木棍走上前来，怒视着狼妖他们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赶紧回去！老猴子吓了一跳，这小猴子怎么敢在这个节骨眼上说这种话？可小猴子非但不走，反而将手中的木棍指向狼妖。当年大王不满天庭，便以一己之力大闹天宫，虽然最后被如来压在五行山下，但大王他从不后悔。这个故事我从小听到大，我也想有一天能像大王一样勇敢，就算丢了性命，至少活得不像现在这样憋屈。听到小猴子的话，老猴子不禁一愣，他本想告诉小猴子，故事都是用来骗人的，如果大王还活着，而且真的去了西天，取了真经，成了斗战胜佛，那他为什么500年都不曾回花果山？可是这种话他不敢说，而且也没必要说了，因为这番话已经惹怒了72洞的妖怪。真是给脸不要脸！既然你们想学那个弼马温，那咱们就是天上的天兵天将，今日就让你们这些猴子猴孙绝种！狼妖杀心已起，自然不会留手，他提着大刀便顺势劈砍而下，竟是要杀死这只模仿孙悟空的小猴子。我跟你拼了！老猴子忍了这么多年，突然就不愿意忍了，他飞扑到狼妖身上，用苍老无力的拳头捶打狼妖。可这点程度的攻击只能算作挠痒痒，除了彻底激怒狼妖之外，什么作用都没有。找死！狼妖被彻底激怒，一把将老猴子提在半空中。你想死，我成全你！他一刀刺中老猴子的肚子，然后冷漠地将老猴子狠狠摔在地上。小猴子趴在老猴子身上哭喊，却被狼妖一把抓在手中，说是要将小猴子酿成猴酒。老猴子虽然还留着一口气，却无力救回小猴子。他流着眼泪，用最后一口气祈祷：大王，你成了佛，难道就不管我们了吗？难道你就真的忍心看着族人绝后吗？大王啊，求求你先显灵吧！似是听到了老猴子的话，狼妖冷笑一声：又求那个弼马温呢？他在哪儿呢？他要是有种，就让他出来，看老子不一刀剁了他！说罢，群妖放声大笑。是你在叫你家孙爷爷吗？一个冰冷的声音传来，同时伴随着一股浓烈的黑气轰然落在水帘洞中。那团黑气散去，只见刚才还跟着嘲笑猴子猴孙的群妖竟转眼死了大半，而这些死掉的群妖都是黑气缠身，干瘪的如同腊肉，
仿佛血肉都被榨干了一般。呸！一群连澡不洗的臭妖怪，就连血肉都是臭的。孙悟空吐了一口唾沫，一脸嫌弃道：“你是谁？竟敢杀我72洞的妖怪？你可知我们的大王是谁？”狼妖恐惧万分，眼前这只浑身煞气的黑毛猴子，只用了一眨眼的功夫就秒杀了几十只妖怪，这实力少说也是金仙级别的大妖。但狼妖住在花果山几千年了，还从未听说过花果山附近有这么一号厉害的黑毛猴子。俺老孙也很好奇，你们跟了哪家山头，竟然让你们狂妄的都敢屠杀俺的猴子猴孙了？孙悟空眼神冰冷道：“说出来吓你一跳。我家大王就是碧波潭万圣龙王的女婿，就连齐天大圣杨戬和猪八戒联手围剿，都能掏出升天的九头虫。”说完，狼妖一脸得意，他心想：把孙悟空、杨戬和天蓬元帅都搬出来给九头虫撑门面，这牌面还不吓死人？然而，孙悟空的表情却出乎预料的平静。不好意思，俺老孙只参与到第46难，就被如来丢进九幽炼狱了。你说的九头虫，俺听都没听说过。说完，孙悟空从耳朵里掏出一根绣花针，小声念叨了一句：“变！”那绣花针立刻变成黑色金箍棒。尽管金箍棒已沾染了煞气，但膀子上那5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却一如既往的耀眼。如意金箍棒。狼妖一字一句将5个金色大字念了出来，而念完的一瞬间，他就瘫软在了地上，浑身止不住的发抖。你真的是齐天大圣？你没死啊？你孙爷爷，我不光没死，还变得比以前更强了。这么说，你可以瞑目了吧？孙悟空这句话说出来，就相当于给狼妖提前宣判了死刑。他也不给狼妖狡辩的机会，一棒子砸在狼妖的天灵盖上。顿时，狼妖的脑袋就像开西瓜一样，脑子里的那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一股脑的流了一地。这是死的不能再死了。妈呀，真是齐天大圣回来了，快跑啊！剩下的妖怪还想逃跑，却只听孙悟空念了一定句，那些妖怪便动弹不得。孙悟空倒是没亲自下手，因为他知道在他离开的这1000年里，猴子猴孙受了太多欺负，心里肯定有很多怨恨和怒，他们比他更需要发泄。他蹲在老猴子身边，紧紧握着老猴子的手，尽管老猴子只剩最后一口气了，但他的脸上却挂满了欣慰的笑容。大王，你终于听见你的猴子猴孙的呼唤了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拯救族人的。是啊，俺回来了，回来救你们了。俺还可以跟你发誓，从今往后不会再有任何一个族人受欺负。孙悟空保证道：“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”老猴子带着满足的笑容，永远闭上了双眼。但孙悟空的脸色却阴森的可怕。孩儿们，有仇的报仇，有冤的报冤，去吧！猴子猴孙们忍辱偷生了500年，族人死的死，被吃的被吃，如今就连老猴子都惨死在狼妖手上。他们比孙悟空更需要发泄内心的怨气。怨气无形，但在孙悟空眼里却是有形。烈士黑莲竟然在吸收猴子猴孙的怨气，并将怨气转化成修为，这让孙悟空喜出望外。只要有足够的怨气，俺老孙成就准圣境界便是轻而易举。等俺成了准圣，便杀上天庭，满天神佛一个都别想活。随着水帘洞内传来阵阵妖怪的惨叫声，猴子猴孙们多年来的委屈也发泄的差不多了。但孙悟空却嫌不够，这些年欺辱猴子猴孙的妖怪何止狼妖他们，72洞的所有妖怪都有参与，而罪魁祸首便是九头虫。不杀此妖，花果山永无太平之日。儿郎们，随俺杀出洞府，为死去的族人报仇雪恨。随口孙悟空吹出一口仙气，那猴子猴孙们脚下顿时生出一朵朵飞云，黑云载着猴子们飞出水帘洞，直奔72洞而去。如今的花果山已是妖魔横行，漫山遍野全是妖怪，白骨更是随处可见，这骇人的场景不亚于800里狮驼岭。九头虫，你给俺滚出来！听到孙悟空的喊声，一只8头蛇怪从洞府中走了出来。九头虫之所以变成8头虫，丢失的那颗脑袋是被哮天犬叼走了，但说到底，他从万圣龙王的女婿沦落为妖怪头子，全都是拜假悟空所赐。当九头虫看到孙悟空的那一刻，他便怒从心头起。该死的弼马温，你已成佛，为什么还不愿放过我？成佛？呵呵，你哪只狗眼看见俺老孙成佛了？那成佛的是假悟空，俺老孙才是真悟空。九头虫不明白孙悟空在说些什么，孙悟空自然也懒得解释，但有一点是不会改变的，那就是这500年里九头虫一直在吃他的猴子猴孙，还拿他的猴子猴孙酿酒，所以九头虫必须死。说罢，孙悟空将金箍棒往天上一扔，喊了一句变，那金箍棒顿时变得犹如天地一般巨大。给俺砸！随着孙悟空一声怒吼，那根足以遮天蔽日的金箍棒轰然朝地面砸去，一瞬间
一座高山就塌了，而高山周围足足几百里地的妖怪全都惨死，无一幸免。一时间，整个花果山充斥着妖怪们的鬼哭狼嚎。直到此刻，72洞的妖怪才真正明白，眼前的黑毛猴子就是当年一统花果山的齐天大圣女猴王孙悟空。你们欠俺猴子猴孙的债，今天就用你们的命还回来吧！孙悟空以法术操控金箍棒在山上来回滚动，每到一处就是数万妖怪立即毙命，而那些能飞天遁地的妖怪还试图通过手段逃走，却被孙悟空用猴毛所变的身外身堵住了所有后路。俺说过，你们手上都沾染了俺家猴子猴孙的血，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，此乃天理，谁都别想逃！孙悟空早已杀红了眼，什么72洞妖王，在他眼中不光是一群蝼蚁，还是灭世黑莲的养料。不过最大补的养料可是九头虫，能在假悟空和杨戬联手围剿之下逃出升天的妖怪可不多见。这九头虫起码也是太乙金仙级别的妖怪，好多怨气，正好助俺老孙突破准圣境界。孙悟空果断唤出灭世黑莲，疯狂汲取着妖怪死后所产生的磅礴怨气。他本就是大罗金仙巅峰大圆满，只差半步便可突破准圣。如今了有充足的养料，他岂能放过这大好机会？当整个花果山的怨气都被灭世黑莲吞噬殆尽后，再将这些怨气转化成修为传输回到孙悟空体内。这一刻，他终于突破了准圣。他怎么成准圣了？那可是三清、玉帝和如来才配有的境界啊！九头虫彻底慌了，他想逃，但在准圣眼里，准圣之下皆是蝼蚁，他能逃到哪去？给俺老孙死吧！孙悟空仅仅是吹了一口气，那个曾在花果山作威作福了500年的九头虫便瞬间烟消云散，就连魂魄都未能留下一星半点，可以说是死的不能再死了。大王威武！猴子猴孙们欢呼雀跃，如今大王回来了，还给族人报了血海深仇，他们岂能不激动？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。孙悟空摇了摇头，只是平定了花果山而已。九头虫虽强，也只是凡间的一只小妖怪，真正厉害的角色都在天庭上。如果不将那些高高在上、草菅人命的神仙彻底根除，花果山就不存在好日子可。大王，难道你又要离我们而去了吗？小猴子担忧地问。孙悟空抚摸着小猴子的头，笑了笑。有些事俺老孙不去找他们，他们也会来找俺。到那时，怕是又要牵连花果山了。与其连累你们，倒不如俺去找他们。放心，这一次俺有把握。说这番话时，孙悟空眼神万分坚毅，旋即纵身一跃，一个筋斗直冲天庭而去。时隔500多年，他再次见到久违的南天门，还是熟悉的4大天王，还是熟悉的10万天兵天将。何方妖魔？4大天王只来得及喊出这一句话，回答他的便是一根充满煞气的金箍棒。轰隆一声，4大天王被横扫出去，将南天门当场撞塌。这一动静立刻引来无数天兵天将，那密密麻麻的神仙一眼望不见尽头。杀！一声喊杀声从孙悟空嘴里吐出来，他二话不说便直冲天兵天将而去。1000年前的大闹天宫再次上演，只是这一次孙悟空变得更强，下手也更为诡谲。什么五方揭谛、28星宿、9曜星官，在准圣眼里不过就是一群土鸡瓦狗。不过即便是土鸡瓦狗也有用处，那便是死后成为灭世黑莲的眼亮。哈哈，痛快！孙悟空站在天兵天将的尸山之上，浑身浴血。此时的他宛若来自9幽炼狱的杀神，那一双漆黑如深夜的眼眸冰冷彻骨，仅仅看上一眼就让众仙无比恐惧。想逃？晚了！孙悟空森然一笑，再度杀来。那曾经辉煌安宁的天庭，与凡间疾苦完全不同的天宫，此刻却变成了天上的地狱。更让孙悟空欣喜的是，即便是天上的神仙，死后也会诞生大量的怨气，甚至比妖怪还要强烈。他能感受到灭世黑莲因激动而颤抖，他正在疯狂地汲取庞大的怨气，不断增强孙悟空的修为。泼猴，你本就罪孽深重，如今更是杀孽在身，难道非要本座亲自出手才肯就范不成？如来那虚伪的声音传来，而后数道浩瀚的金光泼洒下来，如来、玉帝、观音等成千上百个3界大能飘然而落，他们终于肯现身了。虽然没能见到太上老君，不过有如来和玉帝在也算凑合。如来老儿，你还当俺老孙是以前的孙悟空吗？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俺是谁！话音落地，孙悟空体内爆发出冲天的煞气。这一刻，如来和玉帝大为震惊。准圣，他竟然成准圣了！众仙顿时惊慌失措。曾经的孙悟空不过是他们算计的一颗棋子，但从今往后，这颗棋子将彻底摆脱他们的控制，成为3界中最不稳定的因素。然而，孙悟空所想还不止于此，他不仅要摆脱神仙的操控，不愿再做天庭的提线木偶，他还要杀光满天神佛，
还三界一个朗朗乾坤。准圣又如何？你不过是一人，而天庭却有诸多准圣强者，你一样翻不起多大的浪来。听到玉帝的话，孙悟空冷冷一笑：“是吗？那如果俺老孙成了圣人，你们又该如何应对？”此话一出，那原本就极为磅礴的煞气竟再度膨胀，而膨胀的速度之快，就连玉帝和如来都始料未及。一瞬之间，煞气漫天，宛若遮天蔽日一般，似是要将整个三界都吞噬殆尽。这便是圣人。杀天杀地杀神佛，俺老孙今天便以杀入道，成就三界第一圣人。轰！阵阵隆隆之声，好似滚滚天雷，震动天地。众仙脚下宛如末日地震一般，就连这些神仙都抵挡不住。感受到那股无法抗衡的煞气，如来和玉帝满脸惊恐之色。就因为他们的一时傲慢，竟让那个曾经不起眼的孙悟空成长到如今无法收拾的境地。该死！玉帝悔不当初，可事已至此，他也无可奈何。八卦炉修好了，老道又可以将那只猴子炼成10转金丹了。就在这时，太上老君抱着他的宝贝炉子返回天庭，可漫天的煞气顿时让他愣在当场。圣人，这怎么可能？三界之内，除了老道，谁有资格第一？而当他看清孙悟空的面容时，他倒心当场破碎。修道长生不知多少的岁月，到头来却还不如一只猴子，他倒心气不碎。直到太上老君被煞气吞噬的那一刻，他依旧颓废的天庭，丝毫没有反抗的意思。太上老君竟然被抹杀了，众仙看在眼里，心中顿生绝望之感。那可是三清之首啊！若是连太上老君都挡不住圣人之力，那他们这些小神仙又如何挡？圣人之下皆蝼蚁，此言果然不虚啊！如来轻叹一声，缓缓闭上了双眼。轰！煞气之海横扫天宫，所到之处尽数湮灭。什么天庭，什么玉帝，什么如来、观音，一切都在此刻化为虚无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三界再次恢复一片清明。没了神仙，凡间生灵无需再受天命束缚，失去操弄，生灵的一生自己便可说了算。多年之后，花果山仍是山清水秀，孙悟空坐在草地上，一群小猴子围着他蹦蹦跳跳。大王又到了讲故事的时候了，今天讲什么？看着小猴子们天真的笑容，孙悟空心满意足。今天就讲猴王出问世的故事。